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活哲理 Talks。年纪大了还在自慰，医生别笑，它竟能救你的心脏、前列腺和睡眠。科学研究颠覆三观，真相太惊人，你能想象吗？上了年纪之后，最养生、最划算的保健方式，竟然藏在你年轻时被骂，老了又不好意思说的那个动作里。不是保健品，不是锻炼，更不是那些铺天盖地的养生广告，而是一个你从10几岁就会，但从不敢大声承认的小习惯——自慰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有点脸红？但请别急着走开，因为最新的科学研究正在告诉我们，它可能正是60岁以后男人身体最后的一道防线。你以为这是羞羞的话题，其实它可能比你想的更严肃，也更重要。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也听过这些吓人的说法？伤肾、败精、折寿、精尽人亡，还有那句古早的一滴精10滴血，仿佛男人一释放，命就短一截。听起来像是慢性自杀，对吧？但别被这些老观念给吓住了。现在的科学早就给出了一个惊掉下巴的答案。适度自慰不但不伤身，反而有可能让你老得更慢，睡得更好，前列腺更健康，连心脏和血压都受益。你没听错，那些你从年轻就偷偷做，却一直羞于启齿的小动作，到了60岁以后，反而可能是最便宜、最私密、最有效的自我保养术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们就带你把这个老观念翻个个儿，聊清楚为什么自慰不是禁忌，而是长寿密码之一，以及到了中老年，它该怎么做才能让你身心都得分。为什么60岁以后更需要自慰？人一上了年纪，身体就开始开小差。很多男性到了60岁以后，常常有这种感觉，性欲下滑了，勃起不如从前了，动不动就累，还容易烦躁、抑郁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体内的男人荷尔蒙睾酮在悄悄下滑。别小看它，睾酮可是男人身体的发动机，它影响的不只是床上那点事，还关系到你的肌肉、骨骼、免疫力，甚至每天的精神状态。那该怎么办？难道只能眼睁睁看自己老去？其实，适度自慰就是一剂自然的保养药，它能激发身体维持睾酮分泌的动力，就像提醒身体我还在用呢，别关机，从而帮助你延缓衰老速度，让状态不至于滑坡的太快。不光如此，它对前列腺的好处也被越来越多研究证实。前列腺是啥？可以理解成男人身体里的液体工厂。如果这工厂老不开工，里面的液体越积越多，就容易引发前列腺炎、前列腺增生，甚至更严重的疾病。而射精就像是一次清仓大甩卖，把陈年积液排出去，帮前列腺减压排毒。你知道吗？一些大型研究发现，中老年男性如果保持规律射精，前列腺癌的风险反而更低。所以别再把自慰看成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它其实可能是你年过60后保护自己的一种低调但有效的方式。自慰对心脏、大脑、睡眠也有好处吗？很多人一听自慰，脑子里就只想到那点事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它其实是一种全身的小运动。别不信，你想想看，在那几分钟里，心跳加快，呼吸加深，血流加速，肌肉紧张又放松，整个身体都跟着参与，简直就像在卧室里做了一场隐形快走。对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来说，这可不是图个开心那么简单，它对你的心血管、血压，甚至情绪状态都是种温和的锻炼方式。研究发现，那些保持性活跃的老年人，心脏跳得更有力，血压更平稳，情绪也更轻松。有些心脏病患者
如果能适度动一动，复发风险反而更低。更神奇的是它对睡眠的作用。很多人年纪一大，晚上就开始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数羊也没用，喝牛奶也没效。但高潮之后，大脑会悄悄释放出一堆天然镇静剂，催产素、泌乳素、内啡肽，它们能让你整个人从内到外放松下来，压力一扫而空，不知不觉就进入深度睡眠。所以说，对失眠的人来说，自慰未必是坏习惯，很可能是一种最天然、最安静的助眠良方。3. 自慰还能改善情绪，延缓脑子变钝。说个扎心的现实，很多60岁以上的男性一旦退休，生活节奏慢了下来，角色变了，人也孤独了，心情一下就低落下来，焦虑、空虚，甚至抑郁悄悄找上门。但你可能没想到，自慰其实就像是一种不花钱、没副作用的情绪止痛药。在高潮那一刻，身体会自动释放快乐组合拳，多巴胺让你愉悦，催产素让你放松，内啡肽帮你减压。哪怕只是几分钟，也足以让整个人从低谷里缓一口气。特别是那些独居、丧偶的长者，自慰就像是与身体重新连线的方式，一种温柔、私密的情绪出口，没人打扰，也不需要解释。它让你重新找回我还活着的感觉。而更惊喜的是，科学家发现，那些性活跃的老人，在记忆力、反应力、认知测试上表现更好，可能是因为血液循环变好了，大脑也跟着被点亮。所以别再以为这是年轻人的专属，适度自慰对年纪大的人来说，不仅能解压，可能还能对抗大脑生锈。4. 从羞耻到科学，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自慰？你还记得小时候听过的那些话吗？什么伤肾、折寿、一滴精10滴血，甚至有些人把自慰跟慢性自杀画上了等号。在西方历史上更夸张，为了防止手淫，有父母真给孩子装过带刺装置，床上安警铃，一勃起就响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又荒谬？但这些都已经是旧时代的偏见了。现代医学、心理学已经明确告诉我们，自慰是正常的，是健康的，是身体自然的一部分。只要不过度，不影响生活，它跟吃饭睡觉一样，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表达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，性健康是整体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年纪再大，也有追求亲密和愉悦的权利。特别是60岁以后，性功能本来就逐渐衰退，如果一味禁欲，身体反而更容易退化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人膝盖不动，肩膀不活动，会怎样？僵硬、退化，连走路都费劲。性功能也是同样的道理，用尽废退。所以哪怕是1周1次的自慰，也算是对身体的激活保养，就像是你在给性器官做轻柔复健操。别再羞于谈论，更别把它当成偷偷摸摸的事，那是你对自己健康的一种照顾。5. 自慰不是万能药，但它是你能掌控的健康按钮。我们不是说自慰能让你长命百岁、百病不侵，但它确实是一个你说了算的健康小动作。你不用花钱，也不用求人，不需要器械，不担心副作用，在家、在床、在洗澡时，安安静静就能搞定。而它的好处远不止释放一次快感而已，它能帮你放松、助眠，让你在辗转反侧的夜里更容易安然入睡。它能帮你清仓排毒，减轻前列腺的压力和负担。它更是一种情绪上的安抚剂，低落、孤独时，你知道还有自己可以依靠。正如一位泌尿科医生说得很直白，很多老人天天吃补药，
不如每周清仓一次，让前列腺顺气，你自己也舒服。结语：科学自慰是晚年生活的一种温柔底气。人老了，并不代表快乐就要打折。自慰不是什么羞人的秘密，更不是放纵或堕落，它是你对身体自然需求的回应，也是你坦然接受衰老、学会自我照顾的开始。如果说老年是人生的黄昏，那自慰就像一杯暖暖的夕阳红，在孤独的日子里给你一点温度，在不被打扰的时刻唤醒身体的愉悦感。别忘了，哪怕你白发苍苍，一个人住，你依然有权利取悦自己，享受生活的每一寸柔软。愿你老得健康，活得通透，哪怕没有别人陪，也能活成自己最温暖的伴侣。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分享为您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请记得点击订阅，让我们每天都能继续陪伴您。我们期待在下期视频中与您再次相见，祝您生活愉快。